过去3个系列，3把刀民间高手使出浑身解数，卧虎藏龙，过关斩将。我准备好了。恭喜光豪！我可以拿到我的刀了。恭喜辉！ After I win San Patao, many people recognize me. Sometimes I go market, they just call Hui, then we will talk a bit, then we become friends. They very like the old taste I cook. Who will be the grand champion of King of Culinary? Hui! I have been Hawaii for 14 years. I never think my life can be like this. I'm very happy. 3把刀让我们看见挑战者破茧而出，突破人生，深藏不露，锋芒毕露。 3把刀专业厨师见招拆招，排除万难，化腐朽为神奇。民间高手养精蓄锐，气势登场，展现无限热诚，让人甘拜下风。专业主厨不分辈分，从容不迫，接受挑战，展现无限创意，令人回味无穷。第1系列，詹姆斯担纲常驻评审要职；这一系列，詹姆斯担任特邀名厨，亲自上擂台，和3把刀一起迎接挑战者。马上来欢迎3把刀师徒们。 擅长西式料理的 Chef Eric Teo 和徒弟 Chef 翔，中餐了得的 Chef Pang 和徒弟 Chef D， 酱料高手 Chef Eric New 和徒弟 Chef Alvin Leong， 还有精通台、日、法、意大利料理的特邀名厨詹姆士。 欢迎3把刀师徒们，还有欢迎詹姆士，耶！好久不见，3把刀，你们都还好吗？好，非常好。詹姆士，我们上一次见面应该是有几年前了， 5年前，所以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一样录节目外景，然后一些网络的部分。好，Chef New，很好，非常好。我看到你好像瘦了一点，是不是？哎呀，很多人都这么说，那 Chef New，你最近又是忙什么嘞？都是忙工作咯，还有忙一些厨师协会的事啊。哎，是 Chef Pang，那您呢？那之前的餐厅都暂时结束了嘛，那最近去了新的一家公司里面，继续跟人家合作。了不起，了不起，Chef Teo，How are you? How's it going, man? Oh, fine. Oh yeah. Excellent. 那你最近忙些什么东西？我跟 Chef 香就忙着我们自己的生意啊。我发现你身材好像也是比较瘦了一点啊。有瘦了。那你最近在干嘛？Oh my god！ 没办法，一定要给你看啊。是最了不起的是詹姆士哎，对呀瘦了10公斤呢。肚子不见了，肚子不见了。转一圈，这詹姆斯真的瘦了，瘦了。真的。Chef Alvin，你在干嘛？最近换了一家新的公司，公司最近有接了一些宴席的东西。那最近这个换总理的宴会也是在我的公司做的。那你嘞？呀，我现在在筹备我新的餐厅，等那个厨房啊、器皿啊是都要进口了，所以比较忙一点。好，Chef 翔，哎呦，你嘞？忙着公司里的事情啊，都大大小小都要看。通常都是你看的，Chef Teo是没有看的。个人看不一样的方面，我只是看他而已你。看着他看对的东西，那就对。我们这一次有这个詹姆士加入，当然我们的比赛方式有所改变。和以往一样，挑战者必须先打败徒弟，才能进攻第1把刀。打败第1位师傅后，挑战者能够赢取2000元现金和1把刀。接着，挑战者有2种选择，他可以选择继续挑战第2把刀和3000元现金，直到赢得3把刀和4000元现金，或者选择进攻特邀名厨。胜出者能够直接夺得余下的2把刀和4000元现金。也就是说，打败特邀名厨的挑战者相等于连胜最后2关。在挑战任何师傅的关口中，胜出的挑战者可以选择拿着奖金和刀开心回家，或者继续挑战下一关。然而失败的话，奖金全无，挑战者只能带走之前赢得的刀，或者空手而归。Kevin， 是 Chef James 输的话是输谁的刀？输我们的刀啊？当然是输你的刀，你看后面只有3把刀哎。哇，那詹姆斯不叫加油喽？其实上一次来这边担任评审，压力已经很大。那这一次来，输赢的是各位的刀，所以我这次压力是更大。那你压力是来自哪一方面呢？第一次在这个擂台上面做菜，当然会有压力啊。
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挑战者谁勇于挑战我们的特邀名厨。当然有比赛一定有胜负，有胜负的话一定有评审。除了没有下场的名厨们之外，还有詹姆斯哈，我们还有2位美食界名人，让我们欢迎 Lin 和 David。2位好久不见 ，How are you, David? Very good。最近在忙什么？目前我待在香港的时间比较多，因为有几个项目在香港，还有在中国吧。好，那你对这一次我们3把刀的这个挑战者有什么期待吗？蛮期待的，其实我总觉得很多那些不知名的英雄就在江湖嘛。好 ，Lin，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你最近在忙些什么？今年我们有很多厨师都有来新加坡，所以我今年管的厨师都是飞进来新加坡的。那你对这一次我们的挑战者有什么期待吗？前几季都有带来很多创意，还有很多热情。这次我真的很期待，看到更多热情和创意的那些菜。对，好，难度加深，压力升温，即将来擂台挑战我们的名厨有谁呢？马上来欢迎我们的第1位挑战者。สวัสดีค่ะฉันชื่อแม็กค่ะฉันชอบกินและทำ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ค่ะ他说了那么多，只懂萨瓦迪卡，差不多是这样。他是萨瓦迪卡，是女生。女生。这里这个泰语最溜的应该是 Chef New 了，还可以，还可以。他在说什么？他说：“哎，萨瓦迪卡，大家好。”他的名字叫 Mac， 好像哦。哎，他说他喜欢做泰国菜。好，我们来欢迎 Mac。大家好，我是热爱泰国料理的新加坡妈妈 Mac。10年前，我成为家庭主妇。后来，我和儿子随着老公到泰国芭提雅住了几年。那些年，我接触了泰国料理的做法和文化，这造就了我的料理风格。住在泰国时候，经常会吃到比较特别或有趣的食物。Mac 都会每次去研究试一下煮给我们吃。当然我跟孩子都变成了他的白老鼠。做妈妈的白老鼠，当然很开心，因为他煮的东西真的好吃。老公和孩子在我的烹饪的这条路上，真的给我很多的支持。比方说，在芭提雅没有英语的烹饪课，我们就会开车2-3个小时，特地到曼谷去上课。他们也不辞劳苦的陪我去。我跟孩子都看到 Mac 在参加这3把刀的努力，在这里祝他成功，可以拿到1把刀、2把刀或3把刀吧。萨瓦迪卡，萨瓦迪卡马上就来贿赂了。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泰名叫做 Khanom Chawmwang Thai Royal Flour Dumpling，200多年前就是呈现给皇族的一个小点心。里面的馅料呢有鸡肉或猪肉，它有甜有咸的。对，有甜有咸，因为里面有一点那个椰糖。詹姆斯，你有看过这个泰国花饺子吗？其实你泰国的夜市偶尔会看到，做法一般就是咸中会带甜。我觉得这是泰国菜一个蛮大的特色。你跟着老公一起过去泰国，对，你去那边待多久？3年半。去那边你都在干嘛？在那边认识了一群泰国妈妈。所以你学会这个泰式料理是从他们身上学的吗？我有跟其中一位泰国妈妈有学过，然后我回到家呢，我就会经过自己的调整，因为他们的口味是比较重的，这样我就可能调一下，适合我们家人的口味。所以也不能说你的泰国料理是很 authentic 的，不完全是啦。OK， 现在要问你，你要挑战的第1把刀是哪一位名厨？4方刀，我比较少用不好意思。我想拿到的刀是我每天用的刀。4方刀，我比较少用不好意思。我想拿到的刀是那个我每天用的刀的话，我会很开心。这样子就是。Chef Eric Neo， 哟 ，Chef Eric Neo， 为什么你会直接第1把刀就挑 Chef Eric Neo？因为我知道 Chef Eric Neo 呢，他挺擅长东南亚的料理，擅长酱料啦。所以这次呢，我也是想借此机会来到这个舞台上面，就是也是希望可以多多学习。
刚才啊，你就说你挑了 Chef Eric New， 其实后面他们真的有起哄一点点。我跟你说，前2个系列，第一个下场的不是他，也不是他，就是你。啊，对啊。来到第4系列，又是我，第一个下场还是你。昨天我们就在聊，明天到底是谁会先下场？那前2集都是 Alvin 嘛，我就说一定要3次，他那跌的是串烧全部都要3次嘛，无3不成理嘛。对，无3不成理，所以我昨天讲，今天啊，我很有信心，一定是你，给我说中，真的，这种就是要做朋友。我预备了嘛？有没有信心？上一次2场都输了。恭喜，你已经打败了我们的这个徒弟哈！现在马上成绩揭晓。哇！恭喜荣民！应该是节目组安排的吧？没了，应该是刚好了。每个人都要找我的师傅去比嘛。我们的主食材是由我们的挑战者选择的。所以，如果他选择什么主食材，你们就要跟着用什么主食材。对。Mac，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猪夹肉。猪夹肉，哇，猪颈肉从来没有在3把刀的擂台上出现过，因为猪颈肉呢，它的肥肉是多过瘦肉，拿捏烹调的不好的话，肉会变质的，变得很老。沙爹啊，沙爹啊，因为我要chili base我没有，所以我要用这个来代替。沙爹sauce花生碎有吗？花生碎啊，还有别的 nut 吗？还是你要用腰果？可以。当我听到这主食材是猪颈肉的时候啊，我不会吓到了，因为在这一年我安排菜单的时候，其实我用上了很多次，有一点拿捏得到了。刚才在备菜的时候啊，我就隐隐约约听到了这个小小的争议啊。刚才你说你这个肉是猪夹肉，Chef Fang，其实我们一般这个肉就叫猪颈肉，很多人会混淆，跟猪夹肉相当的接近。那猪颈肉一般是在前腿跟那个脸下部连接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一般就叫做猪颈肉。一眼望过去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摆设蛮整齐的。觉得就是我需要把它备得好，这样煮东西就会比较顺手。我也有试过，就是没有做备菜会忘了东西。但是我要跟你说，你的下厨时间是45分钟，我们的徒弟们呢是35分钟，所以你有多他们10分钟的时间。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我们计时开始，45分钟哦，来！现在我们桌子上看不到炉灶，这个叫做隐形炉灶。待会儿我们这7位师傅都会有机会用。那通常我们吃这个猪颈肉，那个口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猪颈肉的口感是偏脆口，这个在台湾我们甚至会叫它叫松板猪，因为松板牛它的油花很漂亮，那猪颈肉的油花也漂亮，所以台湾有另外一个说法叫松板猪。那Lin，然后如果说去到这个西方国家，有吃猪颈肉吗？没有，我很少在西方的那个美食上用到猪颈肉。像 David， 那猪颈肉你的口感是有什么要求吗？要爽口，煮的时候要快，因为好像做 stir fry 嘛，就快的话你就做到它的口感，我就比较喜欢。稍微煮久了一点，它就会变硬，是不是？不是硬，而是我要这部分的话，我就是喜欢它的咬劲。所以 Mac，你有听到吗？不可以煮太久。什么不可以煮太久？那个肉。OK，very good。那你现在在洗的就是什么？是糯米还是香米？我在洗糯米。所以你这道菜是有糯米。因为泰国人他们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很喜欢配糯米，因为那个糯米可以解腻，而可以解辣。这是糯米吗？对，这个是香米跟糯米的结合。不能单只用这个糯米吗？或者是香米吗？其实都可以的，都可以的。我只是想说给它2个味道结合吧，因为我只要做一个薄的，放进蘸酱，因为其实是泰国东北嘛，就是来自于宜山的一道食物，他们很喜欢加这个香米的粉进去他们的蘸酱。泰国料理呢，芫荽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香料，我会稍微腌一下那个肉。你加入了什么东西？咖喱跟芫荽，还有一点那个白胡椒粒，palm sugar。椰糖。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步骤？炸
蒸，等下那个汁哦比较入味。为什么我看到 Chef Alvin 突然间站起来呢？原来时间就快到了，对，时间剩下35分10秒，哎呦，它就快下来了。哦，好，对，明白。哎，Chef， 来，怎么样？ Come on， Alvin， 耶！稳扎稳打，开始紧张了吗？啊，没有啦，没有。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在做什么？哦，熄火都没有开。听到这个钟声响起啊，邦邦卡要出现啊！对，你最担心拿到什么邦邦卡？本来都是很不熟了，如果再少一个也是不懂怎么办了。OK， 对，好，Mac，你最想要拿到的是什么邦邦卡？让他休息，直接挑战 Chef Neo。这个 good idea 嘞 ，very good idea。但是到底会不会呢？我也不知道。刚才我就说了嘛，我们与时并进。以前我们的邦邦卡是怎么出现的嘞？就是这里摆3个嘛，对不对？对。这一次往我们的荧光幕看一下。你选择 A、B 还是 C？A。为什么要选择 A？ 我这个人很喜欢按部就班吧。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邦邦卡到底是什么。邦邦卡，请上菜。落鸡汤，落汤哥哥，落汤鸡不是落鸡汤。问一下詹姆斯，你觉得这个邦邦卡落汤鸡是什么东西？它写着我熟悉的中文，让我看不懂它的意思。不要说你啊，很多次我们也我能不能猜不透？要他用水煮他的肉，这个有意思。哇，你这个也太厉害了，你把这个想到这么厉害。落汤鸡的意思就是把你的料理从干的变成一道湿的料理。哇，比如说汤的料理。哇，要把一个沙丁变成汤。我完全没有方向，我真的不懂怎样做。但是我们制作组又很好，可以允许你去加一点食材。想不到东西，想不到，拿个碗来就好了。没有关系啦，其实时间开跑之后啊，你还是有时间去叫。还可以想，还可以，慢慢想。但是你要记得，你的时间剩下34分钟。可以。好，我们计时要继续跑动哦。好，可以来跑。好。时间继续跑动，来，你需要我先给你拿碗先啊，拿碗5个，口人牛1把，开门，要把干的变成汤的，我是非常的担心。它是一个紧边的肉嘛，它不容易拿捏。如果煮过头的话，就太有嚼劲；煮不熟的话又不行。哇，这个就是很难，因为这块肉有很多肥肉，所以你拿去焖的话，不是很适合，我觉得，因为它要把它的那个肥肉的那个 fat 给它 render 出来才会香，所以它今天的挑战真的太难了，你这个邦邦卡真的。来了，还有这个卡迪们。哦，来，好，可以。Chef， 你现在有什么策略吗？有一点好像做干冰的感觉了。做干冰，spices 吗？哇 ，OK， 师傅，徒弟把这个沙爹变成 pork soup， 你觉得这个点子好吗？要看是什么 pork soup 咯。我就拿去美人店拿去煎，放上去焖它咯，可能可以这样子做啦，再处理一片一片的，再切。还有26分钟，这块玻璃哈，对，所以它的用处是压住那个肉，让它不要翘起来，因为这个肉煎的时候它很容易翘，所以我想要给它煎的均匀一点，所以我就用这个给它压一下。你这个猪颈肉你煎了多久？两面大概3分钟吧，然后就丢进去焖了哈。那焖的话，你会不会担心会太过硬啊？因为它是蛮多肥肉的，我感觉上应该不会了。所以我看你切的比较大块一点。对，这个是有用处的吗？应该有啊。开始蛮香，配成黄梨了哈。所以汤配黄梨啊，对。好像有点阿三的那种感觉对吗？酸酸的感觉啊。对。加阿三，就很开胃。对，听你说的啊。做干冰也不是这样煮，也没有一些材料去堆叠那个汤底。过后看到那个黄梨的时候，我在想酸度进来可能可以帮到一点，我就先把这个黄梨给做一点 caramelize 的效果。
Max， 你的火是中还是大？中火。所以 Chef 你觉得应该中火还是大火？我比较喜欢中大。给他休息一下。其实这个猪颈肉为什么要让它 rest 下来？我觉得这个猪颈肉给它 rest 下来是好，因为它真的是好像牛扒这样受制。但是你在 rest 的时候需要用锡箔纸这样去盖它吗？不用，因为你盖住就是等于它还在煮。对啊。Chef， 所以你现在是要试一下味道啊？对，好吃的，可是没有味道。但是你说没有味道怎么办？怎么补救？那汤啊。所以你单吃肉是没有味道。对。所以你要跟汤一起吃。OK。我那汤我要拿去跟它再搅过吧，给它幼一点，然后再过滤吗？不要过滤比较好了。你这个是咸蛋。对。为什么咸蛋加沙拉嘞？又是另外一道我在泰国的一个小餐厅吃到的，觉得我很喜欢。其实咸蛋在泰国它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烹调，那包括一颗咸蛋，它要做到完全熟透，可能是大概要14到21天。腌过的咸蛋拿来煎成荷包蛋，再把它拌在沙拉里面很好吃。所以你这个是几天的咸蛋？我不知道哎，这最少是14天到21天，因为已经熟透。Hurry up！ Come on！ 10秒。9、8、7、6、5，青菜3、2、1，请停手。我觉得我的成品啊，从一开始的想象，到中间的时候的想象，到最后的想象都不一样。完成了作品，我现在如释重负。Mac 在整个烹调过程呢，都是按部就班的煮，每个步骤都已经安排得很好。但是 Chef Alvin 呢，进来的时候是7上8下，但是他慢慢煮之后，就感觉上他好像是稳扎稳打。Chef， 您的菜名是什么？猪颈肉香料酸汤，要把汤倒进去，然后就开始吃。你先吃一颗黄梨，然后就吃那个肉，再吃那个 cashew nut， 就刚刚好了。我觉得 Chef Alvin 他能临时发挥，把这道菜做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应该酸的酸，应该甜的甜，应该嫩的嫩。黄梨下去做成汤底，其实说实在我是第一次吃到。像你所说的菜名嘛，猪颈肉，香啊，酸汤，对，是的 boy。我本身喜欢味道浓一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 Mac 的这道菜。Mac。你这道菜的菜名是什么？泰爱猪颈肉，那个泰国的泰猪颈肉呢，配着那个蘸酱吃，那个蘸酱是有一点酸，有一点辣，有一点咸这样子的。你再配上一口那个糯米饭，就综合了那个很重的口味，那个玉米沙拉就有一点脆口这样子。Chef Dio， 你在沉思吗？我在想象刚才我吃 Alvin 的猪颈肉跟这个 Max 来比一下。味道上我很喜欢，因为色香味全部都在。2道都有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这道菜一般如果是在泰国吃的话，肉的部分可能会用梅花肉或者是里脊肉。那今天用的松板猪，我觉得用的非常好。就是太爱猪颈肉，我也爱这个猪颈肉。那到底这2道菜谁会胜出呢？这么艰巨的肉，我们还是要留给我们的评审。有一点点信心啦，68%吧。2道完全不一样的猪颈肉料理，谁会胜出？马上揭晓。已经事隔1年多了嘛，是真的有一点生疏了。无论如何都好，还是要去克服这个问题。烤肉的部分，我觉得我的那个火候拿捏的还不是很好，不是很满意。恭喜 Chef Alvin， 对，把关成功了。但是我突然间，我听到的是，哎呦。这个是什么反应？有点意外。我们来问一下评审，你怎么会胜出啊？好，首先恭喜 Alvin 啊，你是半做半创半试半改，这是厨师专业临场表演的另一个证明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跟你学习。别。Alvin 呢，你用那个 blender 把汤和香菜混合在一起，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件事，因为你自己知道你的那汤底不够浓，所以你 blend 在一起的时候，把那个汤底变成更浓，做得很不错。Mac 的那个猪颈肉处理得非常好，口感外脆内嫩，够质，所以我的那一票是投给你的。Chef Alvin 的话，我觉得黄梨用的非常的好，只要一个材料能够把这个香味体现出来，我觉得那个是我非常喜欢。Mac， 我只有一点遗憾，就是那个 salad， 我觉得应该更突出，
那唯独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是，猪颈肉它厚度不是一致，所以相对在煎的比较薄的地方，我吃到了微微有点焦苦味，我觉得这个很可惜。Alvin， 我觉得很棒的是，你把猪颈肉的口感在这边表现得很好，油脂进到你的汤里面去了，让你的汤里面也可以喝得到猪肉的味道，所以我选的是哇，恭喜 Chef Alvin，谢谢。好，那妹，真的不好意思，这个听到的我们的评审说的评语之后，你有学习到什么东西？其实因为学习到很多东西，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是有听到那些意见，都觉得，哎，对，以后呢会就是再接再厉，更加进步，对。谢谢你的参加，谢谢。其实输掉了这场比赛呢，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小小的遗憾，因为我还想分享多几道菜。上位挑战者挑战 Chef Eric Neo，Chef Alvin 把关成功。那接着下来，这位挑战者又会抱着什么态度，带什么武器来3把刀擂台呢？哇！我们第一次3把刀有人走猫步进来嘞比赛哎。我非常喜欢料理，也有很多的朋友。平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我的好朋友们请到家里来，给他们做家宴。我是女主人，也是女主厨。我最喜欢它的羊排，因为它羊排中西合璧到刚刚好。最惊艳的还是它的那个德国猪肘因为你真的很少会有人能在家里做德国猪肘。我最喜欢阿妹的一道菜是重庆烤鱼，传统川菜会比较油腻，阿妹减少了油和盐的用量，就比较健康。其实你会发现，二妹她办家宴的时候和别人办家宴挺不一样的，经常就是在厨房里面进进出出的，因为她要确保每一个宾客吃到的都是最新鲜、最热腾腾的饭菜。我是被科技耽误的厨师，我是阿妹。厉害！谢谢大家。你是一位被科技耽误的厨师啊！我来新加坡17年，一直在从事互联网行业。运动和料理是我人生2件除了工作睡觉之外花最多时间做的事情，尤其是料理。当我埋头去研究食材，然后把我在外面餐厅吃饭喜欢的这些菜品自己把它重现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治愈的。Chris, your wife is saying if not for her current job, she would be a very great chef. I believe so, yeah. Well, she's always been so passionate about food since we first met. I think she's, over the year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different techniques and different cooking and learning more things. And she shows her passion in the way she cooks all the time. There's a Chinese saying, right? The wife needs to capture the stomach of the husband so that the husband will love her a lot. Do you agree on this? I think my stomach would say yes. Yeah. Aiden, 你生日的时候，你妈妈会煮一些特别的料理为你庆生，是不是？对，每个生日会她会给我煮披萨、牛排、烤鸭这些东西。但是你的中文怎么说的那么好？我每个星期学中文，在学校外面学3次，然后学校里面会学5次。Chef， 明天开始我会花10个小时。小斌，你不用看 Chef 啊，他的华文都比我们3个的多。不对。好，然后谢谢 Chris 还有 Eden，Thank you。那阿妹，请问你挑战的第1把刀是哪一位师傅？每一位 chef 都非常的让我敬佩，我不敢在中式厨师面前班门弄斧。很明显咯。玉树临风的 Eric Teo。Chef Eric Teo。但是你要挑战他的话，你一定要先经过他的徒弟。我知道。好，那徒弟请接招。香。其实我要说啊，虽然他是第2位参赛者，可是他们给我那个感觉都是很有料。是。好，主食材是由你挑的，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法式小羊排。其实他选的这个食材啊，真的是选对了。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不吃羊肉的。为什么你不吃羊肉？我不喜欢那个羊膻味。对，所以我很少烹饪这个羊肉。阿米，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
，chef 想准备好了吗？好了，请备菜。OK， 它是 French cut， 你做 Wellington， 你要 mushroom 吗？这里 mushroom 很好，你看这个本地种的。我喜欢用本地种植的这个菇，所以这个菇很重要。Chef 想说他要做 lamb Wellington， 我有点担心。当你要做 lamb Wellington 的时候，那个烘炉的温度要够高，不然它烘不起，然后颜色也不美，然后里面呢也是不熟，这个是我蛮担心 Chef 想的。那今天呢，煮的是法式小羊排，为什么会选择这道菜呢？这道菜是你常煮的吗？这道菜是一个比较有庆祝性的一道菜，因为它会比较快的可以做出来。那你知道你的烹饪时间是45分钟，那我们的 chef 想35分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们45分钟计时开始。哟！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要先切羊排嘛？对。我想问一下，你羊排是哪里来的？澳洲的羊排，因为法国羊排不一定是 from France， 因为 French 是一种切那个对切法。法式小羊排切法是跟其他的切法不一样，是在哪里呢？因为它有油啊盖住整个那个排骨，然后刚好你可以看到这整排的 loin 啊是很美的，说其他的 fat 不会 cover 到这样高，然后不会 cover 它的 loin。阿梅切法还行嘛？还行，可以看得出他时常下厨啊。那詹姆士，那如果说切这个的话，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吗？要看它怎么呈现吧。孜然羊排它是中国的湖南湘菜，但是我用法式 cut 来做中西合璧了，就是中餐为底，西餐为辅。对，主要是香料。这里的香料就大概10种，有这么多。对，一般小茴香会有，孜然粉会有，那当然干辣椒它不会只有单一的干辣椒，你都把这个肥油切掉。对啊，健康最重要啊。当然我知道 chef 会说留多一些油脂会有风味更好，会比较滑嘛，没那么干。这个它不会干的，如果是干的话，说明我料理失败。阿梅，你用的油是什么油？ olive oil 之后的话，我又混了一点藤椒油在里面。哦，这个就比较特别，对，因为一般在做这个不太会用 olive oil。哦，通常用什么？菜籽油啊、沙拉油之类，大豆油啊。那它分别在哪里呢 ？Extra virgin 的 olive oil 它本身的味道就是偏西式。哦，就好比我曾经在台湾吃过一个麻辣锅，它的汤底是用 olive oil 下去做的，完全不合适。对，所以蛮好奇的，它用这样的方式呈现。我一般在家里面做家宴，请我的好朋友来吃饭，我都是做原创菜，因为我觉得可以在外面吃大厨做的菜，为什么要来我家吃呢？所以要来我家吃一些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都有口福了。是。这个是孜然粒，让它的 texture 有一个不同。我现在做一 chimichurri sauce， 它跟烤肉非常的搭。好，还有10秒到 chef 香蕉下来了，加油！别紧张，别紧张。哎，chef 太早了，太早了，回去，太早了。OK， 加油！欢迎加入我，阿梅。阿梅，烦呢你。哦，现在就敲钟啊。熄火！敲钟的意思呢，就是要请出邦邦卡出来。荧光幕，看一下我们的邦邦卡到底有什么选择 ？A、B、C。阿梅，你会选择？我是阿梅，我是 A， 那么你就是 B。Best luck。Best luck。看，他的意思是说。自己保重。那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样的邦邦卡？其实我不知道了，因为我听到第一个我已经有一点乱。如果是那个做落汤鸡啊，如果是你拿到落汤鸡，我就是自杀羊了。可以煮干冰素吗？怎么样煮干冰素？问你，你有羊肉啊，干冰素很适合呀。我不会煮干冰素，不用担心。应该不会2次。我们有水准的，对，我相信是做主的，对不对？好，邦邦卡，请出菜。这是什么东西啊？哇，难呢，炒白白不可以了啦。邦邦卡，请出菜。
调红灯扣12分哎。我记得煮到一半啊，它红灯我就不可以煮，绿灯我又可以煮，红灯又不可以煮。哎，这个也是 idea， 不错，这个 idea 不错。会不会有可能他的菜里面要求的颜色要红色、黄色跟绿色？你看，也有可能。智慧高。对，我们的帮帮卡交通灯其实跟这个真的有关系。就是红色、黄色、绿色这3种颜色的食材都得拿掉。我是拿掉，不是放进来。哇，这样这个是红色了，拿掉了。主食材不能拿掉。我们先由红色开始吧。红酒、红肉嘛 ，rosemary 绿色 ，thyme 也是绿色。对，都没有香料了，你看这个也是绿色，这个黄色。哇，巴得嘞，油的，这个是白色，你不会看的。这个我不要，黄色。哎，炒 pepper 可以了啦。其实那个帮帮卡对我来讲真的是致命伤。拿掉了那些香料的话，我的羊肉其实会不够味道。但是我们允许你让你的兄弟帮你去后台再拿一些食材或者是香料，不是红黄，只要不是红黄绿都可以。哇，难呢。好，那我们时间剩下33分51秒，时间继续跑动。兄弟你自己看啊，有什么你就拿给我就对了啊。那现在帮帮卡出来了，对，有改变你的策略？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说那个味道怎么样都会比较不一样。哇，不是红黄。菜一定是绿色的吗？这些他要了。不会，为什么？新色。这个也是很少看到西餐师傅可以用这个 chop 来切肉的。以前我卖鸭饭。哎，对，对，大梅，其实你的羊排要腌多久嘞？我的羊排先需要煎一下，最后我要再炒一下。哦，为什么要炒一下呢？因为我才可以把这些中国的香料炒进去啊。加了洋葱，加了油。小煎一下是不是？要煎到它有味道。就是你这里有看到有2种菇类啊。这个菇类是要拿来包羊肉的。我要做一个 lamb Wellington。Wellington 的话就是面包在外面，肉在里面的那种，是不是？啊，对，它有一个 puff pastry 在外面。你那2位兄弟啊，他们知道你的时间是有限。我不懂嘞，等一下煮到完了他才来。他们知道，可是很难找哎。哦，是吗？3个颜色里面全部都是红绿灯啊。就是 vinaigrette， 白色 ，OK 可以。阿妹，你这道菜会不会很辣？不会，因为我觉得为别人做饭不能 too extreme。哎呦，兄弟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醋 ，OK 颜色 OK， 黑色。那白酒当然没问题啦。那这个是 all-purpose blend，OK。阿梅，你的炉有问题吗？还是有点不热。我一开始也发现了锅不够热，因为炉子我不太熟，等候的时间可能要比平时在家里面等候的时间更长，让它非常的热。所以呢，我有把放进去，我觉得锅不够热，我又把它拿出来。我做了2次这样重复的动作。其实我那个时候应该非常冷静的再好好的想一下，等这个锅完全热起来，再把这羊排放进去。这个味道就让我联想起烧烤羊肉串。羊排骨煮到什么程度 ？Reduce。所以这个羊排是可以吃半生熟的。对。所以你会做半生熟吗？我做 medium 是 universal 的。OK。那阿妹，你这边呢也会做 medium 吗？我会做7分熟。刚才羊排我是用橄榄油，现在我就放的是中式的油。所以这个香料你都是随着感觉走的，是不是？也不是，要有一个 balance。所以说这个菜呢，看上去我就在这边不断的加东西，但是我心里是有数的。还有18分钟。我还可以拿东西的吗？哈，可以啊。cornstarch。我觉得 Chef 翔应该是专门做那个 beef Wellington 做了很多次，所以他现在 change 那个 beef 的 lamb 是非常聪明的一件事。这个是吗？你看一下。呀 ，beef Wellington 常做吗 ，Chef？ 啊 ，yes。我看你哦，就是加盐巴，好像不停的在加。这个是海盐，海盐是较健康的。等一下你吃，你不会觉得咸的。因为 puff pastry 没有味道了，要 buttery。David， 你常吃 beef Wellington 吗？常吃啊。那 beef Wellington 的特色在哪？最重要是那个 puff pastry 吧，把它包着，这个肉就比较 more juicy。但是煮的时候控制那个熟度也比较困难。
时间剩下14分钟，你 OK 吗？不知道。当你要做 lamb Wellington 的时候，那个烘炉的温度要够高，不然它烘不起，然后颜色也不美，然后里面呢也是不熟。这个是我蛮担心 chef 想的。你现在这个配是要干嘛？这个就做一个肯料。肯料是什么？肯料就是用2个汤匙，就是把它 shape 成一个好像一个橄榄这样。哦，橄榄，那个叫 canal。对，啊，这是一个 technique。对。现在放的是大红袍还有青花椒，这个是七星椒。现在可以放点孜然粒，然后我就要回锅炒了。OK。这道菜代表了我的中西合璧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而且我是非常善用香料的。我其实蛮担心阿妹她放了蛮多调味料，然后煎的时候可能会焦，所以这个方面如果阿妹能控制得好，那的羊扒煎得出来了，肯定很好吃。Big wash。Chef, please do not 打 pass。鸡蛋你有用吗？鸡蛋用了，就是有人打 pass。我知道，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的提醒是多余的。没有，不可以这样讲，师傅的，你不要害我。哇，看起来就很豪气，就拿一块起来这样，哇，直接咬。其实最喜欢吃我做的都是男生啊，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菜就像你这种感觉很豪气。对呀，做成花椒盐。对，我做了一个花椒盐，然后我还要在里面剪这个泰国的辣椒，辣椒我用的是不辣的。现在开始烹起来了。所以这个 perfect cabbage 拿来干嘛的？底下炒那个菜，因为羊的话，它的那个羊膻会比较重一点点这样，所以我们炒了，拿一点那个醋去 delay 一下，说它有点酸的味道，配那个羊肉一起吃，配搭一下哈。什么颜色都没有？有啦，有白有紫。好彩我有拿紫色来。1分40秒，阿妹已经在洗碗了。chopper，好，这1分钟，1分钟。哦，帅哦 ，Amazing。10秒，10、9、8、7、6、5、4、3、2、1，时间到。你有没有觉得你接受了这个挑战之后很自豪？有吗？哦，是阿妹。那你的成品你觉得你满意吗？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对，那就好。2位都对他们的成品非常的满意。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评审试吃了。我每次都觉得在比的时候是跟自己比，所以今天我觉得我已经赢了我自己了。这张交通灯的帮帮卡似乎对 Chef 翔有影响，但是看到成品之后好像没什么影响，对不对？其实很大的影响。真的吗？在那个味道方面。好，那这道菜名你想好了没有？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其实很开心，所以我就叫它喜羊羊吧。Chef Dio，对徒弟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觉得你还满意吗？太满意了，30分钟做 lamb Wellington 出来不简单，你去餐厅吃应该是吃不到。拿掉了这些香料，还能够把这个菜做到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开心，喜羊羊嘛，真的，你开心我也开心，我吃了也很开心。谢谢。我觉得 balance 做得很好。说实在的，要成菜很难，但没有想到可以做这么好。谢谢。好，接着下来我们要试吃的就是我们阿妹的菜。好，你这道菜名叫什么？孜然小羊排。如果你觉得这个 flavor 还不够 intensify， 那还可以用一下我制作的香料盐，或者是你想变一点风格的话，那么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一个 chimichurri sauce。这里面我是加了香菜和薄荷叶，所以呢它非常适合搭配羊肉。其实你在这里啊，也帮我们破了第2个纪录。我们的这个餐具啊，也是由你提供的，所以吃你这个小羊排味道会比较好嘛。我相信一定会更好的，因为在吃饭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好的心情，非常的愉悦的感觉。我觉得它增添食物的味道。它的腌料会做得非常好，一点点的 complaint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干。像他所说，他做的羊肉是7分熟，就达到他7分熟，很特别的一道菜。如果没有足够的饮食经验，你要把中餐跟西餐甚至到阿根廷的酱汁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哇哦，备受鼓励。
是。2道小羊排，到底谁会胜出？请看成绩。什么料都没有哎，只有盐而已吧，可以用的太少了。我是假镇定哎，现在是。所以詹姆斯在这里加了很多油。那个是要做麻辣油的，在他那边做的，在这里啊，分别有差吗？我觉得差蛮多的。这边不熟，我第一次下来，而且现在弄得有点乱。这次要弄的是什么菜啊？还不懂，要等那个卡出来才知道。你干嘛一直等卡呢？你干嘛自己没有方向？